如果在一场宫斗剧里，女主角是一个虚拟人，你会觉得正经宫斗变成了画风怪异的不正经穿越吗？宫锁心玉、古剑奇谭、盗墓笔记、青云志、麻雀、大唐荣耀、琉璃等一系列热播剧都是她的战绩。然而，这个战绩已经开始泛黄，且可能被虚拟偶像多顶替。2022年6月末，欢瑞世纪举办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，公司2021年年报显示，公司2021年影视剧及衍生品收入2.68亿元，虽然相比2020年有所增长，但相比2017年的14.73亿元，下滑了近5倍。在业绩会上，欢瑞世纪表示，结合自身在艺人经济及内容制作方面的优势，数字艺人已经在研发和推进中，这一切都源于欢瑞世纪的古偶流量大厂的设定，进入了一个难以持续的阶段。2021年11月，杨紫官宣与欢瑞世纪合约到期，并不再续约，至此，公司最后一位顶流明星也离去了。换言之，杨洋、杨幂、李易峰、杨紫等流量艺人接连离去，多部影视大剧积压，还被爆出财务造假等问题。欢瑞世纪想到的破解办法很有趣，没人我就造人，用虚拟偶像替代流量明星，成为古偶影视剧的主角。如此这般的转型，真的能成吗？但同时，国内文娱、广电领域已经行动起来，欢瑞世纪只是一个跨界尝试，而且其实已经落后友商很多年了。在其他影视公司、互联网科技平台，特别是泛娱乐向的公司，都在进军数字艺人的当下，但凡有点实力的公司都需要跟风，一来站子布局避免落后，二来探索新可能。不可否定，虚拟偶像的市场其实很大，但看怎么搭配，免得四不像。